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另外，立法院荣誉顾问三五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台北市长选战是不是越打越热乎？那这个选战还剩下140几天左右。那现在一路看起来的话，包括上个礼拜的淹水会一路延烧下来。那接下来呢？那包括台北的选战会外溢到其他地方吗？蓝白河，那不管是在竹北或其他这些地方，到底会怎么样？哦，如果讲到蓝白河，那对于民众党主席黄昌来讲的话，那刚才大家看到前一阵子就去应讯的过程，当然不外乎就是有没有狗仔门的事情啊这些。那甚或那在媒体上面开始在琢磨，就是在应讯的过程，甚或会不会有包括立委在质询，然后跟会不会有斗内道，包括凯斯这中间跟黄昌没有什么关系？听到这个，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相似感，就是立委的质询跟有没有所谓的斗内赞助这些，那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关系？会有这一层关系吗？好，那当然，对于全国观众们，你应该最在乎的就是下一个我们的护国神山无人机产业。那对于在朝在野来看的话，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看起来大家都想要往那推，但每个人推的版本不太一样。包括蓝营里头，那卢秀燕跳出来，那为什么在这时候卢秀燕会跳出来？这个时候大家会看的就是那各自阵营里面，像蓝营除了在主导无人机产业以外，会不会跟2028也会有一些的关系性呢？那当然，对于卢秀燕市长来讲的话，很多人都在想2028会不会有他的这一局，他也提到了无人机，让你听听看，来。因为关系到台湾要打造下一座的护国神山的产业，不管是在国防自主工业，或者是为我们的经济产业那要打造新的护国神山，而造山者要有决心，要有行动。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目前最好、最从优、从宽的一个版本。那也希望行政院或者是民进党版本跟进。来一下，是等于有人说，那卢市长这一段一竿里狗，为什么呢？第一个，他讲到无人机产业，无人机产业在中彰投这一带，中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嘛。你看那个在台中何清纯是不是还拿着那个板子去对着江启臣鞠了6次躬？所以卢秀燕这一段，第一个把那个无人机产业很重要很重要，是不是要帮江启臣解了套？另外，在2028这一段，他也把自己拉到台面上，往上一个角度，是这个样吗？对。那何必当初1.25兆国防特别条例当初编列了一大部分叫做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吗？那无人机产业被谁砍掉了？就被国会里面的蓝白砍掉剩下7800亿嘛。砍掉那个部分，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无人机产业的这个发展，或者是所谓的军工自主产业的发展嘛。所以行政院知道说，我的国防特别条例的1.25兆被砍到剩下7800亿，他把另外一个部分，尤其对于所谓的无人机发展特别条例的这个部分，把它另外编了2100亿的预算，希望能够立法院可以争取立法院的支持嘛。那卢秀燕知道现在已经不能砍了，毕竟韩国已经去了美国嘛。那郑丽文现在的仇恨值高达55%，如果整个国民党再被郑丽文带着走的话，那国民党年底也不用选了。所以他这时候一定得跳出来说，他一定支持所谓的无人机产业变成第2座护国神山嘛，而且还加码。行政院你提2000亿，我提2400亿，但是他们之前之所以挡掉了这个无人机的产业，他们要有台阶下，所以他们的台阶是什么？说我不要特别条例，我不要特别预算，我要编入所谓一般预算里面，分6年，每年400亿来编这个2400亿的预算，这就牵扯到特别条例里面的版本的差异嘛。那版本的差异包含民众党团他们还没有提啦，但是也要提国民党的版本卢秀燕的说法说分6年编列2400亿嘛。当然它里面提到一些我们都不反对啦，包含所谓的采购跟产制设置军民共用的测试场域、产业发展聚落跟中小企业的特别辅助这个部分，我想行政院如果你们要提修正案，大概也都不会反对，这些不是太大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还是预算编列的问题嘛。我直接讲，
今年啊，2026年的预算，现在还躺在立法院，7月了，7月了啊，好不好？明天就7月了，7月1号了，到现在还在立法院。2027年的预算都已经要送到立法院了。2027年的预算在今年的下半年要审，也就是说，国会有史以来啊，第一次同一年度同一个会期审查2年度的预算，有史以来第一次。那我要讲了，如果特别条例过关，你编到是哪一年度的预算？2027年的预算都已经编了哦，都已经编好了，所以你只能编到2028年的预算去嘛。所以卢秀燕，如果你主张国民党党团你们主张要把它编入一般预算，表示这2年没有这笔钱去发展所谓的无人机产业嘛，要编到2028年去，而2028年立委都选出来了，总统有可能换你卢秀燕做的，对不对？卢秀燕你也想选总统吗？你怎么可以拖到那个时候才来发展这个无人机的产业？那另外一个观察重点就是卢秀燕啊，全部站起来了啊！卢秀燕啊，这一次以前啊，他本来国防特别条例他也支持所谓的9000到1兆嘛，自由时报的专访结果被郑丽文打脸嘛。现在郑丽文现在那个美国回来的时候破格嘛，因为他只见到科室层级了，他觉得要整个要把所谓的国民党内的东南自保运动嘛，不能让整个路线让郑丽文带着手，所以他召集了国民党的党团啊，包含林佩祥啊、赖士葆啊、廖伟翔、黄建豪，还有郑兆兴啊。郑兆兴最近变瘦一点，一定要特别帮他讲一下，有减肥成功哦。那这些东西，这些人聚集起来，表示什么？未来在立法院的所有的提案，卢秀燕希望，包含韩国也希望说尊重党团的决议嘛。但是国民党要注意，党团里面还有一个绊脚石，那个绊脚石叫做党团的总召傅昆萁。傅昆萁啊，会不会你们党团提了案子，结果也不表决？结果还是听从跟郑丽文合作，用党中央的版本来进行所谓的讨论哦。这都是我们未来观察这个无人机发展条例，他们到了立法院朝野官房的一个观看的重点。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刚一开始跟观众朋友讲说，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陈柏惟赶到现场，来欢迎三哥。大家好 ，Thank you。直接问一下，那时候你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待过，现在看到卢秀燕市长讲说，那下一个我们的护国神山无人机，大家会重视到无人机，是因为我们跟对岸之间，说实话，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那叫不对称的一个作战的方式。无人机从俄乌战争的一些前面的例子来看，似乎它变成是这次俄乌战争里面能够让乌克兰胜获，在未来会不会整个大局翻转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现在要模仿你说乌克兰的所有的模式，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无人机产业，不只是我们要有很多无人机，我们是要有整体的产业性，不是只有我们这样想啊。南韩现在很多媒体上面报道，南韩的所有45万的兵，他都要当无人机操作，所以未来来讲，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大家只要如果你是要面对到有战争可能风险的时候，你要降低有生命的这种损伤的时候，无人机就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环。是。从南韩开始讲，南韩想要学台湾，但是他跟台湾还差一点啊。虽然都想要发展无人机啊，但是我们同样面临少子化的问题，然后他们的教官人才比较少，还有他们供应链要再进入的话啊，它不像台湾在过去几年已经有跟世界各国合作的经验。那另外一方面，常常在讲世界上3大可能爆发战争的区域，也就是乌俄，还有中东，那以及台海。那过去前3大有2个已经出事了，所以其实自然这几年美国很早就把焦点放在我们这边，那包含技术的转移啊，包含跟日本的合作，所以台湾的无人机确实还是比韩国还要再成熟一点。那李在闵喊出40万操作兵这件事情，我想也是一个宣示性质。他实际上要进行的话，他的要走的路跟我们现在的起点来讲还相差非常远。那乌俄战争最近有看到一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们先讲结论，俄罗斯的人命一条，现在值$882。为什么值880？怎么换算？因为呢，在每个月的战损，他们现在每个月战损大约3万人，然后俄罗斯要去拉兵过来，然后呢，以乌克兰对于无人机产业投入的产值换算成，他们可以歼敌于战场之上，每个人命俄罗斯人一个人价值$882，这个是简单的数学算法。那么一个俄罗斯的新兵拿着他们的枪冲上战场之后，他的存亡率是多少呢？他的时间是多少？现在算出来最新的时间平均是20到35分钟。就是一个人拿着枪走上去战场说：“哦，
战场登陆哈，那个兵工厂生产出来完成哈，全副武装，一走上战场，30分钟后，你会不见。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乌克兰已经有一种很完整的在战场上的无人机的操作系统，包含如何追踪、如何判断，以及现在正在收复失土。我想前几天大家在讨论要收回这个克里米亚的计划，所以。无人机在现代的战场上，我想国内大家一定看过一个文宣，叫做"票投国民党，什么青年上战场，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战场"。先姑且不论政治立场的对否，我想对最后这一句话的无人机上战场，应该是台湾的共识。那因此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不论内容如何啊，总是要先同意这件事情。那去回想军购1.25兆的时候，他们其实只反对立场的嘛。然后去回想军购1.25兆的时候，他们其实只反对立场的嘛。当然他后来会用说什么常态预算干嘛去编列。当时1.25兆要做这件事情，其中7800亿现在被切割成对美采购。可是我们当时我就一直在据理力争说，它后面的 AI 急杀链跟这个所谓的AI 加速急杀链跟非农产业链，其实这2个链就是无人机最主要的预算，以及这里面还是有对美采购啊。一台无人机，台湾最强的地方是什么？台湾最强的地方是组装，是产业集中，是我们的先进资通讯。但是我们还是有所谓的无人机红区啊，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要国建国造的时候，我们潜水艇的确就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红区需要国外的技术来支援。那这个国外技术，我们包含可能以现在知道的资讯，有南韩的组装啊，有欧洲的一些国家的零组件啊，当然有包含美国的资讯系统整合系统。那无人机也一样嘛。无人机在里面的包含光学热显像仪有一些专利还不一定是设备，有专利。然后呢包含飞控，包含引擎雷达，我们能做的比较擅长的我不确定，包含电池，包含外壳组装。那台湾的这个材料工程也非常先进，所以我们会听到有碳纤维的外表，甚至我现在有听到有观摩到一些我们是用塑胶做的，那包含它的这个重量轻，然后可以让它的飞行流体力学，这个可能跟一些航太工程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要在台湾做出一个自产的无人机以现在国民党的条例，我觉得是至爱难行。自然难行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是他们说我的钱比你多你2100我2400嘛，可是你具体去看它分成6年各400亿这件事情，你从合约精神的角度就知道，这个对于一般的厂商，这个不用很高深的政治理论这只需要你有一点点贸易经验，中小企业，甚至是你有花钱买过东西，你就知道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你2400亿第一年投入，预计6年后获得一定成果，这是一个生产线，一个生产周期。你每年400亿下去，然后要在6年后获得一个成果，那就是像大肠香肠一样，你前面也掐住，后面也掐住。你要6年内生产的，一定要第一年，或者是它短一点3年可以成，那你就是要前3年投入。所以你后3年的400亿等于不用花了嘛，你花了也做不出来啊。你第6年的是我拿400亿直接兑现400亿吗？那你前面第1年接的东西就不可能是2400亿的规模啊。所以他用了一个变形名词的方法，让你觉得说我的钱比行政院花的还要多。可是实际上从预算的它的这种编制上，6年400亿，这个就是很大的问号。我还假设我现在是假设立法院全数通过，每年审查，每年准时报，大家坐在那里，黄国昌也不咆哮了现在也没办法咆哮了傅崐萁也不反对了韩国瑜也都过关了，一切顺利，在预算会期通过。这个数字就已经有困难。再来，它里面条文其实写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第一个，他写什么2年要有50%的成果，4年要有80%的成果，这简单数学。你6年有100%的话，2年会有多少%的预算？33%。那也就是说，人家拿33%，你要得到50%的成果，然后拿66%达到80%的成果，我看不懂啊！你不能怪我说我要扭曲或抹黑你们，我看不懂。你们应该要解释。所以那难道是一台无人机的研发过程里面，他在第1年签约的厂商，那必须要告诉你说我要50%，那50%又由谁定义？产业定义吗？那这个产业是国防部定义、经济部定义，还是哪一个无人机验证公司定义，还是国民党定义？就他针对一个条例里面给了很多，好像已经是那种大股东的限制，那种执行长的限制。可是立法精神不应该是这样子啊！
立法精神除了我们在讲的包含排挤预算可能未来遇到的这个立法风险之外，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这一笔钱能否有效的帮助到产业。那其实我当然理解会有一些比较个别的、比较小的政党、比较不重要的政治人物，绿油有啦，然后结果就送法院的那一种。我管它是蓝油有、绿油有，我管它是蓝油有、绿油有，这非红产业链就是我不管颜色要为台湾好嘛。那你一下子国民党提出的版本说我要非红产业链啊，然后我又不要绿油有，那不就只有国民党能做？那你的意思是只有国民党承受能标吗？所以这种政治员的话，有时候被人家讲了就讲了，承受了就承受了。可是问题是，无人机厂商能否透过这样子的条例、这样子的产业发展条例实际获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 Thank you。如果你讲说你也看不懂，说譬如说那个要33%，然后58%的成果，或是你刚刚讲说那个条例啊，你认为有这么多窒碍难行的地方，那国民党难道不知道吗？拟条例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说是智库跟党团大家呢一起讨论过，说什么这些，难道他们拟的过程的时候，他们会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些的状况吗？那如果是这样，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拟这些条例？这个是心口不一嘛，那政治运作嘛。第一个，他2400要给台湾的民众，因为他也知道他的中间选民必须用诓骗的，中间选民没有办法了解立法过程的细节，所以听到数字，他想要骗一部分的。没有办法了解细节，所以我受理比你较侪，好，我想用哈。那第二个呢，韩国也去美国了嘛？他们现在的逻辑很简单呐、不管是这个你要挺正派还是挺韩派，或者是大部分的观望派，那现在态势很确定嘛，就郑丽文要负责中国啊，韩国要负责美国嘛。那韩国也刚从美国回来，你自然就不能够让他这个支票跳票，所以韩国也回来，一定就是说啊，美国跟我讲无人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有无人机条例。可是你也不能就放弃郑丽文这边呢、所以也要有一个就是啊，你看哦，我们碍于美国的压力通过了一个条例，但实际上我们给他很多窒碍难行的规则哦，那让他有一个东西可以去反映嘛，毕竟党主席是郑丽文。那当然这是我们外部的推测啦，就针对条例，我现在部分政党去看那个条例。就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情况下，你要发展一台飞机，结果他给你的是大肠包香肠的条例。那这台大肠包香肠要怎么飞？我想是国民党的立委朱光跟我们解释。OK， 3个刚刚讲那个，我想那刚讲到说2400亿分6年，你觉得不通的那个，除了比例以外，3个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我第一年开始一定是大规模的，全部都要去做，包含可能第一开始，可能我花的钱可能就会花到了1000亿。OK，2100亿花了1000亿，后面包括陆续成果出来或什么那个钱应该是这样，而不是400亿。你刚刚意思应该也是觉得这个也不合理啊，除非行政院签本票嘛。OK， 来经典，第一个这个是不合理一个地方嘛。3个刚后面直接用了重话，他觉得国民党根本就只是为了要诓骗老百姓，只看得懂2400跟2100，大家不会知道中间那个美嘎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欧龙谁多是这样吗？好，民进党资深国防委员会的立委，也是民进党前退辅会主任委员，也是民进党前新潮流系的大佬，也是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的李文忠，今天说，国民党这个无人机条例比行政院版高明。然后他说，朝野应该互相融合妥协。李文忠，何等人物？他的辈分跟蔡英文、跟赖清德同时期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次干得漂亮。特别是我要提一个人，叫卢秀燕。卢秀燕哈，大家看看，他是台中市长，他也不是党主席哦。他昨天哈特别带着他的这个副市长到立法院，到台北，跟立法院这些这个立委跟智库的人讨论，希望他们尽速通过哈。那今天也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说卢秀燕在这一次她破格，因为她不是党主席嘛，那她也特别这样子出来，我觉得对卢秀燕的声望也是大大的提高。卢秀燕在这一次她破格，因为她不是党主席嘛，那她也特别这样子出来，我觉得对卢秀燕的声望也是大大的提高，也彰显说卢秀燕她虽然没有去参选党主席，错失了主导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利，但是她对于中彰投
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它是大力支持的。大家看看台中。彰化、南投是不是国民党现在在执政啊？是不是国民党的重镇区啊？是不是我们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区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当然，立法院今天有说，这个版本是经过国民党的智库跟立委大家一起讨论通过的。国民党团的智库董事长就叫郑丽文，他的副董事长以及他的董事都是郑丽文在去年12月2号党主席任内中。他所提名任命的，所以这是党中央、党的智库、立法委员，再加上台中很多关心无人机产业的人，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一棒国民党等于是挥出了一个得分的全垒打。OK， 三哥要回应吗？我们当然是要挑战写的人啊，我去挑战李文忠干嘛？李文忠就旁边画休嘛。但问题是李文忠他国民党的那个条例里面有带料，这个叫做带料采购啊，还有这个产业发展的部分嘛，所以你把它混在一起讲，这个李文忠过去是国防专业，他当然能够针对所谓的采购的部分去发表，这个钱很好用。但是对产业发展逻辑不是这样子啊，产业发展有现买现卖的，那就表示我简单讲，国民党的条例是这样子 ，K7 让快点，无人机哇，你挡你戏败也去买啦，那这样子这个数字我就说 OK 嘛，这是李文忠说 OK 的原因啊。可是问题是你发展无人机是这个条件吗？我在里面我真的是，我先讲跟秦议员没关系，它里面还有一个条件多好笑哦，它现在80%要国产。对啊，那你知道我们一台无人机里面有多少东西是国外的吗？先进的光学红外线感测器，我刚刚讲专利嘛，然后发动机指动力系统，我们现在人才跟研发，还有针对每一台机型要不一样。然后这个数位通讯跟飞行控制，我们需要国外的技术协助。还有一个叫军用级的射频功率放大器，这是英国跟美国出口管制的。那所以它会发生一个情况，我这些东西都要买的话，我最后能做的东西是外面的，还有系统软体我们写然后这个外壳我们做然后最后我们组装。但是因为为了符合80%，你逼无人机厂商做假账。不会，你怎么不知道台湾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很强，很快的，我们上下游的产业，无人机的相关产业同步发展起来啊？那请问我们是要违反专利，还是要违反出口管制？你怎么不知道我们可以有能力自己去发展出来呢？我们不用违反这相关法令，我们自己不能研发，不能快速的跟上吗？你在瞧不起台湾的这些无人机产业哦？不是啊，台积电最厉害的台积电都要荷兰的机紫外光机啊。不是吗？所以你如果设限的太多，你说所有的东西都必须80%，你受限了那些所谓它对外采购，你也会延展那个所谓的我们可以及时要到的这些无人机对付我们最危险的敌人的那个时间点嘛，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嘛。我相信台湾的产业链升级都能够做得到。OK， 好，那简单结论就是说，你给无人机厂商的现在看到的是棍子比较多了。那棍子比较多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第一时间完全没有棍子，就是一个胡萝卜，好大的一个胡萝卜挂在那边给大家。来，今天有看到一个胡萝卜吗？而且刚才秦姐特别强调了一件事，为什么后面把智库的董事长是谁要拿出来？意思就是这是国民党从党主席以降到智库到党团到地方诸侯，大家一起弄出来的。你们不要再说那是韩国瑜到了美国以后，然后韩国瑜回来要弄这些，郑丽文有没有反对哪一块？秦姐刚刚这个意思嘛？对，就国民党众志成城嘛？对，有没有听出来这个意思？刚才讲的这所有那些条例，但毕竟执政党是民进党。所以对民党提出来的2100亿来讲的话，现在看到国民党这2400亿，刚才所讲的这些，那现在要怎么样去告诉老百姓说，这个版本里面会对于整个国家来讲才是最大的一个注意？其实是不是打假球？我个人认为打假球机会蛮大的。那应该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无人机从韩国瑜这次美国回来说无人机很重要，包含郑丽文也说我们要推自己的无人机条例。再加上卢秀燕，她跑到台北，无人机这个角色上面不能没有她。这其实某部分已经呈现一个问题，无人机很重要。之前他们扣分的，他们砍掉了，这一次他想从中间来获得他的一个加分。但重点他们的目的在哪里？就是政治。他们只是为了2028选举或者是党内的角色。那当然，为什么说在政治上的角色，卢秀燕很清楚，她是个媒体人出身，她非常会找新闻媒体焦点，
那也就是我什么时候出来讲是加分的，不然什么时候？卢秀燕我记得他曾经讲过，党主席选举的时候说，妈妈一定要在家里。他也就是说他不管党内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跳出来，就是因为他在2028的地位跟分量已经逐渐的减少，所以他现在动作越大，就会影响郑丽文也要想大。那郑丽文现在为什么动作大的原因，是因为韩国瑜从美国回来是正面的，所以他们党内互打这个部分哦，我必须要讲无人机这个东西，我们回归到不管秦姐刚才讲的内容是什么，我应该是讲无人机的重视非常重要。那再讲回来，美国的《纽约时报》刚才也讲说，乌克兰打到最后面，本来说我15天要把它干掉的，3个月要干掉的，结果搞到现在，连莫斯科跟圣彼得堡都已经被无人机攻陷了。那《纽约时报》里面也讲，以前早期叫做日本的自杀式的一个人带着一台飞机去轰。那现在不用啊，现在是无人机的部队。五哥，你刚才也讲，韩国要训练45万个兵都要操作无人机，代表无人机的重要。那当然，在无人机这么重要的情况下，再加上他们政治的角度，他们现在在互相的角力。但我们讲回来，如果立法院要所谓的预算上面，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国内最重要的预算比例，一个叫做社福，一个叫做什么教育，一个叫做国防。那如果你每年编400亿的常态预算，要排挤到哪个预算不见，这是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要商用无人机？我到超市每个地方都可以买到无人机，我到代卖场都买到无人机，对不对？还是说我要军用？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这次的采购特别条例就是军用。那军用你本身框了2100或是2400，这个部分无非就是要为了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年轻人，未来如果真的有战争发生，是不要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是假很清楚。如果你要绑手绑尾的然后掐头去尾的，然后变成说你这个无人机，你们所谓的一个无人机的条例。那你这个条例的部分，你预算每年编400亿，我个人认为，你400亿每一年，博雅，那等你先赶快的时也是每年都可以有意见了，没错吧？秦姐没错吧？我同样一个预算，每年都有的预算，比如说修水沟，比如说什么，我每年都可以有意见啊，我每年都可以挡它。那如果照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界要投入，我想请问你你跟我说2400亿，每年400亿。那每年400亿的话，6年每年400亿，那400亿你投进来，我到底要不要去增设我的产业？要不要去做我的产业，或者是我的投入？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保障。但是你整个2400亿都过，或是2100亿都过，他们会无限的要去投资，国外订单会继续来。那80%的自产，其实现在这是一个挑战率的你说台湾是一个讲好听，我是不知道听不懂刚才秦姐你讲的内容。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 copy 大王吗？还是什么？我们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是国外的专利，我们必须要去采购、去排队、去买来。全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有无人机产业。国外的专利，我们必须要去采购、去排队、去买来。全世界不是只有台湾有无人机产业，台湾无人机产业只是全世界的某一个部分的一个小点。那现在希望发展，美国也希望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就玩真的，不要玩假的。如果只是在预算上面、在文字上做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是骗一些不懂所谓的条例的人。我们审预算哪一年没有特别条例在审？对不对？你所有特别条例，你的内容每一笔都要进来我们议会审，没错吧？我们捷运特别条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倒觉得要就玩真的，不要用这种话术来骗民众。刚刚很多来宾说听不懂，看不懂，不知道，那就请你们好好的去立法院看看国民党端出来的这个条例去审嘛。你们到立法院去跟这个其他的版本，好像民众党有版本，大家公开来讨论嘛。至少我觉得李文忠看懂啦，李文忠然后他说这个比行政院版本要高明嘛。那你们现在要挑战李文忠，在骂他，我也没有意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大家讲说国民党给很多的限制，这些一定是国民党跟专业跟专家，甚至国民党其实有把产业界找来一起讨论，跟产业界做过讨论的。它很多的限制其实是要保护国产。你们说，哎呀，我们做不到啊，进口啊，到时候我觉得说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拿来鼓励我们国产所有的生产链，大家一起同步来努力嘛，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国民党推出这个版本之后，看到来宾好着急哦，每个人说听不懂、看不懂，我只发现只有一个李文忠看懂了哈。那你们就去你先不要急着骂国民党，打个电话给李文忠，跟他请教一下可不可以啊？上公，那认识李文忠吗？认识啊。你要打电话问一下李文忠。不用问啊，我觉得李文忠说法就任由他说嘛。高敏，一个纯粹的，我只要买东西。一个把它搞得很复杂，说你那个产业要怎么做，然后你说这个可以跟这个高敏，那你为什么不去比那一个无人机的整个的那个筹划计划，就是在民雄跟那个埔子的那个计划，它是推展产业啊，你到底要拿哪一部分比哪一部分？我只是在单纯的采购而已，然后你国民党是弄得很复杂，产业也进来，什么也进来，然后哪一个高明？我觉得你去买一台车，我只是要买一台车，然后你跟人家说，坐车的，你看有多高明，看我事啊，我只是去买车而已，那国防部就是只是要去买无人载具而已，然后。你国民党搞这么复杂，产业也进来，什么也进来，什么都搞进来，怎么样？然后告诉人家说，他的比较高明。他说这叫振兴产业。对，就是我们是多元化的目标。如果产业的话，通通都能达到。上哥，你可以看着情节讲，不是不要不看着情节讲。我会讲最简单了。立法院礼拜五的话，如果3个版本复委，总共有4个版本啊。好，行政院的是很单纯的。我只是要买20几万架的无人载具而已，我就只要买。产业，中科院、民雄你去弄研发、招商，还有亚太那个无人机 AI 也在太保，那个是经济部什么在负责发展产业，那里面有中科院在负责研发，包括军用。那我只是要买而已，我只是要买而已，就这么单纯而已。如果你把一个很复杂的产业跟一个我单纯只是要买东西并在一起，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坦白说一句话，你去看钟嘉宾的版本，你去看钟嘉宾的版本，他的版本好像也要再送进来了。没有，他已6月5号被你们退回程序委员会了，所以他要再送进来了。没有，已经在立法院内了，然后已经送出来了。6月5号就被你们退回程序委员会，要复委的时候就被你们国民党退回了嘛，所以才叫要再送进来嘛。不是，他已经在立法院议事处了嘛，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他的版本？他产业发展写的也很好啊，他产业发展也写的很好啊。我们国民党有意见，他产业发展也写得很好，通过了一个条例，公布了一个条例，你们也骂哈。那我们有很多想法，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就是开诚布公的去讨论，就像这个李文忠讲的哈，互相的沟通、融合、妥协嘛。不是，我问一句话：2400亿每年要编400亿哦，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请问一下，我们任何一个采购，按照而且它采购是不同类型的、不同厂商的，然后呢，我一定要精算我的下单每年的支付签的合约加起来，刚好要300多亿，加上我要投资那个产业加起来刚好400亿，然后第2期也是一样，第3期也是一样，第4期也是一样。这个你就不懂了，不是？将来审查，你最懂，听我讲，大家不要吵，听我讲。将来审查的时候，你可以附带，就是说每年以400亿为原则，
但是有必要。你们的条例就是每年编400亿，你秦姐，你有没有看过你们的条例？我现在可以给你看，好不好？你要做调整的时候，你在审查条例的时候也可以调整嘛。你可以说我第一年800亿哦，后面再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讨论。那我们现在不用讨论，我们讨论3读后的条例就好了嘛。好啊。那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用比较各版本嘛。3读后我们再来讨论一次也没关系啊。我们不用比较各版本了嘛。各版本当然要比较啊。那我们根本就不要讨论，就国民党的版本好。那李文忠讲好与不好也不用讨论了嘛。你不用讨论，我觉得他讲好，我认为他讲的很棒啊。傅昆萁从口袋里面又掏出一个版本，所以你说现在各版本都不用讨论，要讨论可以调整，可以怎么样？那我在讨论，你又说可以调整，立法的时候可以调整。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等3读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3读的版本就好了嘛。你先否定国民党的版本，说国民党的版本不好，那我是说国民党的版本是可以让大家共同来讨论修正的嘛。来，阿淼，我们这样讲好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质疑？听起来大家现在都觉得说无人机很重要，大家都要过了。不管当初1.2兆的时候是不是砍掉了无人机的什么，但现在听起来大家好像都 OK 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刚才这样的一些的画面？某种程度，建议刚刚讲了一段，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你前面那场说大家都觉得好，那我们也要发展无人机条例啊，我们也要推出无人机条例，但是如果不加后面那个尾巴，什么9月。那个习近平方面，就他如果不加那个尾巴，也许也不需要大家想那么多。我们再把它往上拉一点，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某种程度有很多人质疑或担心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太过亲中，而是我们发展无人机所有这些无人机条例这些，某种程度是为了自我防卫嘛？要防卫的看起来大概应该是防卫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嘛。要防卫的看起来大概应该是防卫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嘛，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大家产生那个不信任感。我不太相信你是真的为了我台湾要防卫去做这些，然后那国民党就要告诉你说，你为什么要质疑我对台湾的防卫这些？所以一切都来自于说，因为郑丽文的不管说你说他会不会有过度亲中这些，开始让大家产生这样一些的对立了吗？这个刚听大家在讨论很多条文的细节，我有种感受说，你看一个东西看到很细的时候，你会忘记这一整张大图长什么样子。其实今天我们在讨论这无人机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的时间是6月30号，这不是很奇怪吗？去年底行政院提的国防特别条例里面就有包括无人机这一块啊。那为什么会拖到今年都过了一半，我们还在讨论一个大家都还看不到条文？我刚还在立法院的官网上找哦，国民党的版本也还没有上到立法院的官网哦。我们的观众今天晚上要查的话是查不到的哦。为什么会这样子？不就是因为前面在审查原来就有无人机部分的那个特别条例的时候，挡了10次都不排案。然后最终乱七八糟审完之后，一下子几乎砍到7800亿。现在突然说，那我们还亡羊补牢，好，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新的无人机特别条例。各位，这国民党的大战略是非常成功因为我之前也在本节目就有讲过，其实国民党对于军购它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字叫做拖，它不是说完全不要因为这个势不可挡嘛，民意支持嘛。只是他要让你拿到筹获这些装备的时间是越晚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拖自觉，10次不排案，对不对？然后不列案之后开始审的时候又一大堆，还要去等到什么郑丽文去握到习近平的云朵手之后，才可以后面政党协商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协商出来之后，本来国民党有人提8000亿，还硬要弄到就7800亿，是硬要少200亿这样子。然后现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东西出来之后仔细去看它的这些所有条文里面没有任何一项是跟加速有关的。首先第一个要求说编入公务预算的话，那大家知道公务预算现在国民党怎么处理了嘛？像我们录影时间6月30号，今年的总预算公务预算就还在立法院里面也还没通过所以编入公务预算之后，行政院有编了，国民党可以有1000万种理由说我把你拖到明年后年再审都不要过对不对？第二个，
他说1亿以上的案子，1亿以上的采购案就要来立法院报告。我就问以前有哪一个是这样子？以前有哪一个案子是这样子？我们台北市议会也没有这样子做啊。5000万以上的采购案，你一定要到议会来书面报告，就算预算过了，你也一定要来报告。那没这种代志啊，我相信我们马上要开始审预算了。如果说我们这样要求的话，市府官员一定会告诉我们一件事嘛，报告易做，可是这样子很多案子的进度都会被延宕，不是吗？那还有包括那个什么，一定要国产化，大家看看过去的其他的产业，好，今天时间不够就不细论了。其他的产业要求80%以上国产化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个产业发展的速度就是变慢。那所以我觉得从整个大战局看来看，说国民党的战略非常成功，因为他成功的把我们筹获这些军备的时间往后再拉了半年，再拉了1年。那这个时间对我们台湾来说重不重要？最近大家就看世界杯嘛，世界杯90分钟一到，马上进入伤停补时，时间结束，比赛就没了。所以你看他在比赛的后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队伍是怎么样，他就一直把球放在角球区啊，那对方的我急着要进球啊，我要来抢球啊，不好意思出去了，要送我一颗角球，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国民党现在对于军购这个，我就是在角球区怎么样？那今天选举到了，很多人在问说，国民党不用选举吗？很简单，国民党的民代啊，自此之后出去啊，都有很好的教材，因为刚才秦姐讲的那个就是教案，国民党的民代出去讲，对，我们有提案，现在立法院已经在讨论，这样稀里糊涂下去，之前郑丽文讲说9月之前很难，对不对？没关系，因为国民党就可以讲说，有了，我们有提案了，已经有在讨论了嘛，那选举不就这样稀里糊涂混过去了吗？可是我们要问的是说，国防这件事情真的时间我们有这么充裕吗？其实坦白讲，台湾发展无人机平心而论已经慢了啦。因为2022俄乌战争之后，其实我们就完全看到了无人机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样态。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立刻开始投资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过到现在到2025、2026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要大举发展，我们的脚步已经在起跑线，我们已经有点慢了。那现在你再继续往后拖的时候，你就问一件事情啊。再这样下去的时候，之前各国智库都在讲的2027、2028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壮嘛？所以为什么刚武哥问到说郑丽文的信任度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有健全尝试的人民，他是有一个直觉的，就是说国民党在这边乌黑乌黑大家会看说奇怪，为什么我看那个郑丽文听其言观其行，怎么想怎么看就怎么怪？所以你看这个最新的美丽岛民调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啊。郑丽文的不信任度已经到了他当国民党主席以来最高嘛，那当然他会说这个信任度你看有微幅提高，可是你看他下面这个国民党的好感度跟郑丽文个人的信任度相比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对国民党反感的人51.1%，但是还再加了5%对郑丽文不信任，对不对？然后呢，对于国民党有好感的29.9%当中，对郑丽文信任的少了3%，就是说郑丽文这个人，他不管是什么去习近平什么云朵的握手，还是去访美，这么弄了一大堆事情下来之后，包括连国民党都有人不信任他，包括连国民党对国民党有好感蓝营的都有人对他反感。那所以我是觉得，事实上啦，就是说看政治看久了，当然就知道这个整个大局，国民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但是现在反过来说，就是民进党中央执政的团队、行政院也好、国防部也好，对于整体筹获无人机的时程，能不能跟民众讲得清楚？我们到底要在什么时候之前准备好多少无人机？根据我们的规划，那国民党的版本会不会让我们在该到的时间没办法筹获？这个你要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些资料也只有你国防部知道啊，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最细节的相关的那国民党现在摆明了就是要跟你拖自决的时候，这个足球输了一场，大家下一场再来就好了。可是对于中共犯台的野心，这可不是说什么这一次如果输了，下一次再来，没有下一次再来的机会。关于我们筹获军备的进度这一点，国防部一定要讲清楚了。尚总，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今天媒体上有报道，因为乃金本来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对，那后来说身体的原因，然后请辞。前2天你会注意到那个小董志珍，他就在媒体上讲说他不相信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今天呢，请自己出来接受媒体访问，当然讲说啊，那个身体有一些什么什么，可是重点是他讲到党主席授权有没有充分授权啊，这也跟刚刚讲到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度的一个关系。然后一般那你说不管媒体人大家在评论这些，可是譬如说你说香龙，或你说小董啊这些。他们基本上大概不会是站在要害蓝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秦姐应该是吧 ？OK， 可是他们显然对于郑丽文有一些的言行或看法，某种程度似乎也不以为然。尤其小董讲得很直白，这几天我不知道上公出了什么状况，而且他讲说有一些很大咖的金主也不太愿意支持，有吗？他说不是说金主啊，他说大咖的庄脚当初支持他的庄脚其实当初支持他的几个大咖，你用手指算也算得出来嘛。谈条件的，等他当党主席要推动什么案子的那几个大咖嘛其实当初支持他的几个大咖，你用手指算也算得出来嘛。谈条件的，等他当党主席要推动什么案子的那几个大咖嘛那当然，算最大咖的，大概现在确实是有点意见确实是有。其实你注意看啊，4月份访中回来的时候，大家还好。对啊，什么时候开始的？访美回来，最讶异的既然是访美回来，访美回来，大家受不了了嘛。你在那边讲什么习近平友善啦，像云朵的手啦，习近平冤枉啦，怎么样，他就觉得你太 over 了，然后在那边，哎呦，我的成就国务院不知道啦，怎么样啦？所以大家都觉得你哪来的自信啊？我见了10个议员，人家只问你一个问题：电梯巧遇的要求拍照被拒绝的那一个算不算？全部人听了当场就崩盘。然后你注意看，再加上韩国瑜的副委，去美国，整个一对比里面，大家已经开始受不了你郑丽文，你去美国也必须要亲中亲到那个地步吗？大家都受不了啦。其实你以为只有他们受不了党内尹乃菁也受不了啦。尹乃菁从4月份从中国回来就已经快受不了了，好不好？他那时候就已经快受不了了。反正他们之前我们常说他们姐妹淘嘛。对啊。那吴宗宪原本是主委发言人，因为他选举辞职以后，尹乃菁上去嘛，上去没多久辞了嘛。尹乃菁其实在文传会里面，他根本没办法，他东协调西协调事情，当然说有授权吗？大家都知道你是姐妹淘但党中央你去问所有人郑丽文授权的有几次啊？郑丽文是党内没有人讲得动的人包括姐妹淘都一样。包括姐妹淘都一样。包括当时在关键时刻帮你站台的那一些大咖去跟你讲话都没用了，劝也劝不听，讲也讲不动当初出钱出力都还有出钱的人都讲不动了。尹乃菁，姐妹淘叫你来帮忙的，你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其实你去问党中央就知道，尹乃菁也蛮委屈的，光碰到郑丽文也蛮委屈的。所以你看他今天讲不授权人家问你们还是姐妹淘吗？我们还是朋友邻居也是朋友住很远的也是朋友。这一句话就等于不要再讲我们有什么姐妹情谊了。其实他们以前真的蛮好。然后反正他们蛮好的几个我也很熟啦，他们以前是真的蛮好，现在一共事完全部切开来了，全部切开来了。那你在说郑丽文郑丽文现在要跟谁同框，谁愿意？记不记得李四川最典型的手表拿出来，
跟他说我要走，我要走，我10天来了，赶快走。结果出去外面记者访问他还有时间，然后跟郑丽文碰到郑丽文，马上指手表说他要走，国民党办那个妇女成长之夜在桃园啊，巧了，那个县长张善政行程没发，列委不公开行程。就悄悄去了国民党办的那个妇女成长，因为郑丽文要到场吗？然后他致完词赶快跑，后面郑丽文进来了，郑丽文进来了，那媒体会拍到，是因为国民党发公开行程嘛，张善政发的是不公开？张善政根本没有发这个行程嘛，张善政没发这个行程的意思是什么？那个你们都不知道最好，结果到最后致完词他就匆匆离开了，然后后面郑丽文进来基本上现阶段大家要出席同一个活动，我听到了，有人就会问郑丽文几点到？因为他们要知道郑丽文几点到啊，可以错开，可以错开，先到比较好。如果他跟你说，我记得有一次聚会啊，问那个郑丽文旁边的人，那个主席可以坐多久？半个小时，结果他从头到尾坐了1个半小时，然后有人走进来以后，我就说，早知道他在我就不来了，真的啊，因为我在场啊，那天我在场啊，然后那个走进来的也是个议员级的，我说你们主席在里面，在里面了，不是早就该走了？我们说还没走，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进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大家都在算时间啦。他知不知道郑丽文要来？知道啊，知道啊。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很早就该走啦。我们也在问旁边他什么时候要走啊？半小时啊，结果他坐了1个半小时没走。然后后面那一个晃啊，以为郑丽文要走了，主席还在他还在这事实啊，就在，我要讲地点吗？大同区的，在大同区的一场聚会啊，真的就这样啊，你说大家，我上次讲错对不对？这一次要讲对，趋吉避凶，对，趋吉避凶。柯志恩讲得很清楚吧？韩、卢、蒋，赶快来高雄，就趋吉嘛。避凶就是，郑丽文能不来最好不要来，这只是后半段没有讲嘛，我希望秦姐来帮我，我希望她帮我，然后我就不讲苗博雅，那意思是他们2个人能帮到我吗？原来你对，不，他刚好坐对面嘛，我以为你对他们一直有意见，对不对？我不找那一个人来，我要找其他人，其他人能帮我有票能帮我有票的，我一定找嘛。我不找的原因，要么就是来对我没好处嘛，没加分，我们不要说减分了，没加分，一种人是没加分，可以不用找，然后他要来没意见，因为不加分也不减分嘛。那有一种人是能不要来，拜托跪着求天拜神都希望你不要来的，就你一来我就会被扣分的，那一种一定不要嘛。上公刚刚讲这些，金姐自己在选举跑的这些，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大家一直在讨论，他现在对于尤其要选举的人，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好，我自己有2次场合我有邀请郑丽文来，OK，那不是选举的场合，而是我们很多的社团我们是真心诚意的邀请他，而且发了邀请函，但是他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来，我先要讲就是说，是不是大家松一口气？不会啦，因为理事长是我啦。今天理事长。我当理事长有2个大型的场合就是都有几百人的，有邀请他来那也邀请了尹乃菁，结果他们都没有时间来所以我要讲第一个就是说，在国民党里面，并不是像你们一直丑化、一直讲、一直分化，讲说大家都不希望郑主席来我先要讲清楚，就我有邀请他来，以后我也会邀请他来参加我的所有的重要的场合另外，刚刚上公讲的那个什么新北市啊，
桃园市啊，还有什么大同区，那几个场合我都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你描述的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那个新闻都有播，我讲的2个现场新闻都有播，还有一个我在现场。你听我讲嘛，我也不知道你描述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也不是说你说的不是正确的哦。没有，我也不好意思把那个议员名字讲出来，害死那个议员，好不好？好，那国民党在7月25号要开党代表大会，那这是郑主席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党代表大会。到了选举年，这是一个造势的场合。我们大概还有6个地方没有提名，包括基隆桃园台北南投要连任的，对，要连任的都没有提名。那可能我在想说，7月中旬可能要提名在中央党部就会开一个记者会，披挂彩带这些提名的这些市长或县长候选人会跟党主席合照。我跟你解释一下，原本明天要提的，礼拜3要提。这6个对，但是有人要求不要提。再往后延啊，蒋万安因为水患的因素，所以他没有，是他主动要求延后，本来是明天要提，因为水患的关系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正确的哈。我刚刚讲就是说7月中旬，最晚7月中旬一定要提名的嘛哈，那就会所有这些县市首长跟主席同台，然后7月25号，所有的县市首长我们的这个提名人都会参加这个党代表大会进行大造势，包括其他的前任党主席或者是韩院长等等所有的大咖包括卢秀燕因为他已经要连任了嘛，所以他就不是被提名人，但是他应该也会来，所以我相信到了7月25号，大家就看到国民党的这个团结跟国民党整体的一个战力今天我要讲就是国民党是一个集合的团体大家现在一直好像把郑主席跟其他的县市首长跟我们党员做切割然后一直丑化他，一直说大家不喜欢他。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民党来讲可能就是有一点挑拨离间的成分的见缝插针的成分的，见不得国民党好的成分。他们那我要讲说大家这样的氛围。那再讲回来，尹乃菁他可能在做这个发言人文传会主委的这个部分，他有一些想法，比方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国民党的组织太慢了，就是那个流程太慢了，他喜欢快，但是很多东西要签公文跑流程，他觉得太慢了，跟不上他想要的这个步调跟节奏。他也提到有些人的程度不够，就是可能很多的党工做久了党工，因为党工在里面这个没有到第一线，像我们一样天天面对大家的审问拷问作战他可能就是一些想法没有办法跟得上，这是尹乃菁他所提到的。第3个，他提到说主席没有充分授权，所以他可能做不下去了。另外呢，董志生有提到说有某一个支持郑丽文的大咖的庄脚对郑丽文最近的表现不满意，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任何人，比方我的表现，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满意，一定有人喜欢我，有人不喜欢我，一定有人喜欢郑主席，有人不喜欢郑主席一定有人喜欢我，有人不喜欢我，一定有人喜欢郑主席，有人不喜欢郑主席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跟接受的。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郑主席毕竟他是我们党内大家选出来的主席，他要带我们去打这场选战那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好好的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个人建议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谈什么这个习近平或者是川普还是说国会议员有多少个。我觉得现在应该落实到基层的选举，在我们执政的县市，在我们要连任县市，就主席到哪里去都讲说，我们这些县市首长他们的政绩如何，要新争取，比方说江启臣，他要接棒的人，他的这个愿景跟他未来的政见如何我觉得多去讲基层爱听的事，跟这次选举有关的事情落实在我们是一步一脚印在地方上执政的非常好，这样一个主轴，未来也许
对地方的选举会是大大的加分的。我不知道郑主席会不会听到秦姐的心声啦，就是多讲一些地方上的一些事，不要在地方跑的时候还去讲那个习近平的手是不是云朵般的软这些。秦姐讲的是，因为你到地方去讲这个东西干什么？这选举的时候，他当然不是要听这些。可是问题是，好，那郑主席会不会改？我不知道。那接下来这场选战看起来，那因为一定就是实打实的，大家就是硬碰硬嘛。尤其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因为2022这一仗选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囊括了非常多县市。对国民党来讲，那能不能守得住这些？当然有一些的县市看起来，那民调上面，譬如你说像彰化啦这些地方，恐怕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会是一个考验的地方。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蓝白合是现在这一场选举里面大家一直在观察的一个重点。但对白营来讲的话，最近从一个主北，然后包括柯前主席跟黄国昌主席两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直接有意见上的冲突或什么？可是这2天 ，Thank you， 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黄国昌这2天去应讯的时候，那当然讲的又是当时有没有狗仔门的事情啦，所有这些。可是，在媒体描述的时候，对那个媒体描述，除了描述那个开庭，当然他不会进去开啦，就是在那个走廊上面听到那个门里面有没有咆哮声啦什么。你看那个媒体描述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但重点是在跟凯斯国际的一些金额，包括黄国昌的质询，会不会有一些的关系？这个会让大家有一点点敏感的是，因为如果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搜狗案的时候，就立委的质询。跟所谓的赞助啦或者这些东西，那之间有没有关联性，是大家所讨论的一个重点。那黄昌主席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质询过我们的法务部长，让你回头看一下这一段来。你有没有真的关心这个案子嘛？你有没有关心打诈嘛？还是只会负责去拍照作秀嘛？这个是我的问题嘛？所以我才问你嘛，这个案件被诈欺的金额有多高？你知不知道？不用查啦 ，Google 一下就有啊。全台湾人都知道的啦，50亿啊，50亿啊！我跟副长报告啊，回去看一下起诉书啊，这个案子已经侦结起诉了，起诉书上面写得很清楚啊，真正的2100万，没有10亿，没有10亿，根本没有10亿，连1亿都没有，连1亿都没有，我绝对不会掌握错误的，因为你知道吗？早在你们在处理这个案子以前，这个案子我帮了多少忙？我只是没有公开讲。Thank you， 来，自己当过立法委员 ，Thank you， 你自己看他这一段，你的想法？要看医生的。为什么？这个哈，我想这个是政治 ABC 啊，就是说，质询个案哦，这么嚣张，这么台面，把罪证自己奉上立法院录影带的极少，蛮特别。我总结黄国昌这一段时间在干的事情，叫做去道德化的政治战。我们常在讲法律哈，就是我们大家道德不一样高，那我们修一个最低道德可以容许的，这个叫法律。所以黄国昌就伏地挺身，趴着那个最低道德在那边走。他每一次只要人家指控，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疑似台亚的这个可能涉及贪污的嘛。不要忘记他做过几件事情。第一个，他用示范带在立法院上面质询，那个叫伪造文书，就是刚才质询的前2天，6月16号，而且6月16号跟6月18号司法委员会2天一次会，他2个案子都被办。所以你看，不是只有这个嘛，还有示范带。我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进去，我也没有看媒体具体写的那个情绪或画面或咆哮的什么分贝啊，我不管。黄国昌可能会办的几个案子，叫示范带。这个立法院哪有人干过这件事情？第二个妨害秘密的部分啊，他是有派这个车子。现在已知的是有这个LINE 的对话嘛，但是他在哪里打仗，你知道？他说那个凯斯集团那个钱跟那个没有对价关系或者是你看他出来，他法院出来之后啊，绝口不提凯斯跟狗仔这4个字，绝口不提哦。那我刚讲的包含伪造文书、妨害秘密啊，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央广的工程师，我现在先不假定他们2个是认识不认识、串通不串通啊。反正这个工程师爆料的时候说，黄国昌指示的啊，然后什么网站放5星旗啊，是为了治安这些的。那个还有可能有国安跟反渗透法。可是呢，黄国昌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他要不要，不管他这个最近演的多么大智若愚，他毕竟是个法学相关的嘛，所以他应该还是要有最低的底线，就是说我做到什么程度比较严重。所以至少你看嘛，柯文哲把橘子送出国。黄国昌的柳丁也不见了。黄国昌有个理性的柳丁嘛，Cindy，理智，他也不见了嘛。所以他还是知道说，哪一些是会很痛哪一些不会痛。所以这个是贴在法律表层的那种最低道德，他要去道德化。拍狗仔跟拍是过去立法院不要说立法院，是以前民意代表会做的吗？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以前在这个政治啊或选战啊，最粗鲁的方式是什么？你个放风声我讲，洪杰拢无登去厝里困，你也讲，你也对人哈。系啊，拢甲是危险，拢甲陈柏惟出去啉酒了。对，就是这个叫风声战嘛。那再更早一点，可能是怎么样？可能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哈，让他绑到山上去。可是他民主化之后啊，他反而是他的范畴不是身体上的侵害，是舆论上的这种侧翼网军。这种这个媒体跟拍，这种舆论攻防，然后先泼脏水，连看，然后再讲错派系的那种乌贼战，然后乱打一通之后，只有我最清廉。可是你最清廉，你最高尚的方式是透过这种过去人家不敢用的最低道德，甚至疑似违法，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办的原因嘛。所以我跟大家报告。既然一个政治人物把司法当成他的工具的时候，那么司法就必然要有他的超然独立性回来反击，说你们政治玩政治的，不要搞到我们身上。如果法律跟着政治一起沉沦的话，那就不叫三权分立、五权分立了，那就会变成一个法律是可为政治人物所使用，不论他读的多高，不论他是台大法律、康奈法律，或是哪里月球法律，你都必须要告诉台湾老百姓一个价值。像这种浮动价值的政治人物是最危险的，他可蓝可绿，然后可以高尚，然后又可以低劣，可以一下子左派，一下子右派，一下子建商，一下子无壳瓜牛。这种政治人物是民主社会里面最危险的，因为他是最容易失控的。看他的情绪控制也知道，黄国昌他没有一致标准的，而且他会随时变卖跟出卖他自己的过去的朋友前一阵子他卖书的时候，他讲出来，我去看他的记录，你知道他所有发言记录里面只有一间公司跟他有关系。他在卖书的时候讲什么，你知道吗？我不客气的讲，我在业界也是可以很有出路有一个上市公司，我就不讲哪一间了我就不讲哪一间了股价非常高股价非常高，找我去当督，然后我就翻他大概一年来跟他有互动的只有一间，你那不是讨厌被往死耶。你这样子等于暴露对方行踪了嘛？所以这种情况，我坦白讲啦，我也无意的去帮他做定罪或判刑，但对我来讲，有生之年从政期间没有看过品格如黄国昌这般低劣的生物那医生是，但是你不管说评论这些，民众党有发声明。说对于他讲的这些周刊讲的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然后就是抹黑啦什么这些，但是有人就在过程当中，好了，讲白一点这件事，就是到底凯斯的实际负责人是谁嘛？检方一定也在问这件事嘛，一定也传了很多。大家那个故事，大家现在都还记得吗？那时候不是大家在找那个李丽娟到底是又是什么家教补习班的老师什么一大堆的这些，现在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再去找这些。有没有起诉？有没有定罪？那个当然在后续。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大家虽然最近讲说民众党，包括你说在双北的支持度可能创新低，他们整体可能只有7%多或者什么这些，但他还是有7%的支持度啊。他就是一个7%的支持度，他是有8席立法委员的党主席啊。对，黄国昌刚才Thank you 讲得很好嘛。他在所谓的凯斯国际这件事情讲狗仔案，包含所谓的贪污治罪条例，直接质询质询是立法委员的职权你利用你的职权，如果有相关的金流汇入到某一家公司，那有没有对价关系？如果有对价关系，你就有贪污治罪条例相关的问题嘛。黄国昌今天人家媒体问他，从北检出来的时候问他说，检察官没有证据用匿名检举。
说检察官没有证据啊，用匿名检举，哪有什么匿名？我直接跟你讲，就有一个人。不用匿名检举你就是王一川嘛，整个狗仔案不就是王一川告他说我被跟监查出来，这些人都跟你黄国昌有关系，所以去告了黄国昌有没有妨碍秘密罪嘛，有没有所谓的个资法的问题嘛？没想到这些事情检察官调查了之后，包含媒体的报道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背后不只是妨碍秘密罪，说真的，狗仔就是妨碍秘密罪跟个资法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有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相关问题？就是刚才那个质询嘛，这个质询就是所谓刚才他讲的50亿啊，被诈骗金额50亿的台亚的老董被诈骗了50亿嘛，结果质询完之后，台亚的少董就注资了凯斯国际嘛，那家凯斯国际到底跟你黄国昌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表示对价关系成立嘛？到底有没有关系？直接讲，成立的时候啊，黄国昌他的资本呢100万。他的第一个100万是怎么来的？是黄国昌的小姨子高辉跟他的表弟10万元是赖以强2个人汇进去成立了这家公司嘛。中间还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个所谓的传产的这个金主注资的1000万，而且他这个传产金主在媒体报道里面讲哦，我不只给黄国昌1000万哦，总共前后他跟我要了1亿啊，我赞助他1亿啊。直接讲，如果有注资1000万。包含刚才讲的少董有200万，如果是正常的投资啊，那你公司上面都要有记录啊，你的股份应该要有变更啊。你现在去看凯斯国际的股权变更有没有变更？全部没有，还是那个人头李丽娟，全部的持股都在李丽娟身上，那你就奇怪了。这些人明明注资到凯斯国际，而这些钱没有变成股份，那钱在哪里去了？这些东西未来如果检察官掌握这些相关的金流，他根本就不是投资凯斯国际的，根本金流上面都到了某一个地方，而是给黄国昌你可以去使用的时候，那这些所谓的对价关系不就是成立了吗？贪污治罪条例不就成立了吗？而且不只是贪污治罪条例，还有所谓的国安法跟反渗透法嘛。央广的事件，你的狗仔不止跟监警政高层啊，这已经违反国安法了。那如果你还透过所谓的这些所谓的更改国旗啊，怎么骇客入侵到央广里面去把5星旗放进去，那就是反渗透法相关的一些行为，都会导致你黄国昌必须受刑嘛。所以我都在想啊，黄国昌上一次民众党不是提出所谓的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正案吗？我们都说是柯文哲条款，柯文哲说不是啊，你们怎么可以叫柯文哲条款？我都被羁押过了，我用不到啊。结果谁用得到？黄国昌用得到啊，因为他有5项的涉犯罪名嘛，包含贪污治罪条例、反渗透法、国安法、泄密罪、妨碍公务罪、伪造文书罪嘛，这么多的罪名，他未来要被侦办的时候，他要不要修他的刑事诉讼法？所以刑事诉讼法，民众党的这个修正案，请证明啊，不要叫柯文哲条款，请改叫黄国昌条款。而黄国昌现在陷入了司法争议，民众党的支持度只剩下7%嘛，而他的仇恨值啊，报告一下，民众党的小草，好消息是你们比郑丽文低了一点点，郑丽文56%，你们55.8%，所以你们比郑丽文仇恨值低一点。但是如果你一个政党的支持度只剩下7%，国民党至少100年大党随便也有20几%的支持度，人家可以有那么多的仇恨值，他的支持者还是没跑啊。但是你民众党只剩下7%，你的所有的小鸡议员候选人，他的票足不足够他当选，而他要去争取所谓的中间选民，甚至是国民党的选票的时候，他会不会被这些所谓的仇恨值、不喜好度、不信任度所影响，而票不愿意给民众党这些小鸡，这都会导致民众党在未来泡沫化的危机。可是如果你真的讲的话，我比较建议，我刚才讲的那个民众党这些还少了讲的一样，他们还有2028的门票。是，所以他除了有你就算说他是7%到10%，就是这样的支持度，还有80的利用，他还有2028的门票啊。这个也是柯文哲，我不知道，因为最近柯文哲声音很大，然后说了非常多，然后指点江山，指点的非常开心。那这就出现，因为柯文哲毕竟不是党主席，党主席是黄国昌，但也不管。那竹北也是柯文哲，好像他说了算。那所有这些，你自己看，觉得他们到底在玩什么？其实柯文哲现在某部分我个人认为。
他现在在操作的媒体的这些部分，其实很清楚，他的目的在于说，今年2028可能他本人也看好2028民众党，2026民众党选的不好，这个先是谢哲的一个防火墙，这不行哦，不行哦。或许黄国昌跟国民党郑丽文谈好了，连竹北都要让都有可能。但这某部分他出来就是想说，我的意见跟黄国昌不一样。你哪边讲？现在有几个可能性？如果以竹北来讲的话，徐欣莹你要不要来跟我谈？那徐欣莹代表谁来谈？这个或许就是柯文哲的目的。第二个，我现在柯文哲拿着2028的门票。以及这一次竹北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在换筹码。到底你国民党跟什么样规划盘棋哦？他其实或许某部分也看出黄国昌忠诚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以现阶段来讲，4年1亿5千万花的也差不多了啦。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以民众党现阶段，当然黄国昌的问题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想要看黄国昌几个问题，第一个狗仔的问题要公我清楚，第二个你公开质询台雅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收钱？第三个汇款这个金主说汇了将近1亿，甚至于说之前的那个国民党前立委陈建明跟智邦的科技创办人黄安杰，他们也汇了700万进去。大家想了解的，你不可一世的黄国昌。不管周刊里面讲说在地检署有没有咆哮，有没有大声，我相信周刊所讲的内容绝对可信度很高啦。那至于说那个民众党最近的民调那么低，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民众党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啦，7%还是可以当选11。是啊，我跟秦姐2个都很担心，7%如果拿到了，也有可能也会当选，变成国民党或民进党会掉一个。所以在这部分，我还是对。大家同选区对呀，都在同选区，然后选区里面还有白眼皮的人，对，虚什么来的？不提他的名字，帮他打广告，因为秦姐叫我不能帮他打广告。我哪有叫你？不是这个公然栽赃。没有，所以在这样呢，那个柯文哲跟黄国昌现在不信任感已经浮现了。那他们党内的问题，以黄国昌这一次为什么柯文哲现在才出手？其实他在筑防火墙，因为前面的提名所有的责任，最后面黄国昌在2026连柯文哲都认为看似不好，包含他今天到三峡那个地方嘛，对不对？其实借用黄国昌的那个平台直播，结果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看起来他们2个的嫌隙已经出来了。民众党现在看起来茶壶里面的风暴，甚至于外面大家等着看黄国昌的故事后面怎么写。这个我倒觉得民众党现在问题在这里。秦姐，对蓝白合这些会不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的问题，或是也因为蓝白合你说如果是那1对1的选战那个还好，但是多席次的像议员，我顾自己都来不及了，然后你还要我去顾别人的阵营里面的那一席，所以这样，然后你说从竹北这些来讲，它不只是柯文哲跟黄国昌2个意见有没有相左，它还牵扯到国民党跟白营之间到底该怎么办？蓝白合快要被柯文哲给霸凌，然后呢被柯文哲给片面撕毁了。蓝白合快要被柯文哲给霸凌，然后呢被柯文哲给片面撕毁了。我觉得这个蓝白合是柯文哲还没有被放出来的时候，黄国昌跟我们的郑丽文主席2个人谈好的。那谈好之后呢，各地也都照着当时的这个承诺跟默契去执行，都走得很顺了。突然跑出一个竹北来，这个竹北因为是一个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可能没有在那个所有的那个谈好的里面一一点。对啊，就只有3个地方嘛。对，那个大架构是要蓝白合的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在竹北他没有那么坚持，反而是柯文哲说就是要邱成远我觉得这个黄国昌好像被柯文哲架空了，柯文哲横插一刀就是要邱成远，基本上是不讲武德了。因为说实在，如果是要蓝白合，他说国民党是规划旁起，其实他现在才想要叫板规划旁起，因为新竹市我们已经礼让了高虹安，有多少新竹市国民党的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想要选新竹市长，可是高虹安是我们第一时间
第一轮回几个月前就说我们新竹礼让高虹安啊，这么清清楚楚的一个民意规则的游戏哈。另外呢，新竹县我们自己党内杀了很久以后，徐欣莹杀出重围来。那新竹县是我们自己党内经过民主机制提名的，这样1比1，大家平手嘛。那其他的地方如果有意见再来瞧嘛。那你怎么说？竹北就是要让我啊，不能让你国民党规划旁去。那如果竹北让给他，他就是新竹市、竹北市，那他是2比1，他才规划旁去啊。那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规划旁去啊。吴旭智多么优秀，交通大学资工博士，请问在新竹县有多少交通大学的学长、校友、教授、同学或者周边产业的人跟交通大学有一些这个技术跟这个学术的合作？所以交通大学资工系的博士来选竹北市的市长有什么不行？而且他是从4个国民党的候选人中比民调杀出来的。吴旭智也说，我跟你邱成远，我们来比民调。比民调谁赢谁代表，多么泱泱大度。可是呢，邱成远不跟我们比民调，柯文哲还不准他退选，说退选要开除他党籍。那这样的一个幕后的操作，柯文哲实在是让我们看清楚，你就是一个不讲武德、不守这个协议然后变来变去的。吓我一下，我以为你要说他不守妇道。你现在就是要对柯文哲叫板就对了。对，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在害黄国昌。因为他会让黄国昌很尴尬。黄国昌，你怎么面对郑丽文？你怎么面对蓝白不合？前面经过千辛万苦合了，最后这一刀是柯文哲这样子霸凌国民党，硬生生的这个霸道的插刀。黄国昌要怎么去跟我们所有蓝营的党主席也好，我们所有的支持者交代？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交代的过去的。那还有就是说。黄国昌跟这个柯文哲前2天开了一个台北队，介绍他们的议员，然后说台北市他们民众党可以全垒打，那台北市民众党全垒打，国民党肯定不能全垒打，我们可能就被他打死了所以我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议员的选举如果民众党全垒打，国民党自然会掉好几席，所以在议员的部分。我们大家就各自努力，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是如果说你竹北要这样搞国民党，那实在是觉得最后是民众党对不起国民党，国民党真的老实啊！2020被你玩一次，2026还要被你玩一次吗？国民党，我们大家要清醒一点吧。OK 那当然你说蓝白合这样，那秦姐刚才讲说，我刚刚讲多席次跟1对1毕竟不太一样。可是柯文哲到底会扮演什么一些角色？那你整个选战看起来，最受瞩目的、重中之重的，当然你说双北一定是大家最重视瞩目的这一块。但是阿淼是那上个礼拜4那一场淹水淹到现在，包括那个问金的事情，那彻底解决了没？因为要回去了嘛，对不对？那户据这个区公所说是讨回1万块，讨回1万块钱。可是这整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没有给钱还要被骂的道理嘛？是这个蒋万安我觉得他得到了柯文哲鲨鱼战术的传承。因为鲨鱼战术的原理就是，当你出了一个包怎么办？你就再出新的包，前面的包大家就忘记。成功转移焦点。对，因为这个内湖淹水这件事情，平心而论我个人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有3个市府要回答的问题，现在都没答案。首先第一个那天的降雨很强很大是，可是以前更强更大的降雨的时候。那些区块没有淹，所以你说这个超过排水系统容受力但是以前这样的降雨是在容受力内的现在居然淹起来，那所以是不是市府该解释为什么这些区块的容受力竟然下降了？这几年我们预算不停的编，治水一直在治，容受力应该是提高，怎么会有下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地下的排水箱涵8成满。可是地面上却淹起来好奇怪。如果说超过系统设计容量，你应该是地下全满了，排不掉了，所以地面上淹起来，那这没办法，老天爷。可是你地下还有2层的空间没满呢，地面上怎么有淹水？这第二个也没答案，对不对？
第三个市府都说有掌握嘛，气象有预报嘛，然后灾害应变中心有开设嘛，然后呢一切都在掌握中，一切都在监控中。那你这些容易积淹水地方，你看到雨量上来可能会淹的时候，为什么细胞简讯没发出去？我们今天还在讨论什么赖不赖的问题，我就觉得好奇怪。我们国家有细胞简讯已经好几年了，而且台北市政府是可以发细胞简讯啊。这个去年捷运的那个治安事件发生之后，不是马上做了演练，演练的时候就发了细胞简讯给所有台北车站周遭很多人来喝咖啡，突然收到。一看是演习嘛，那你这个淹水了，怎么今天还在讨论说，那个赖里面到底是2000人还是4000人啊？练水率还是绿水练啊？市长还这个讲话吃了螺丝，其实人都会吃螺丝啊，我也会吃螺丝啊。可问题是市长，你怎么忘了我们有细胞简讯？你怎么还在绿水练？那细胞简讯在哪里呢？这些都没答案呢。所以你现在讨论那个1万块其实对于蒋万来说他可能那个冒汗了，在冒汗的路上想说啊，幸好有这1万块的事件，大家有点忘记了为什么排水的容受力下降了。那个1万块，我觉得根本就是乌龙中的乌龙啊！你市长怎么当个财神爷？你拿了一大叠，然后见人就发到那个4楼，而且你自己也没主动发现，还要议员何孟桦他去那个现场，然后跟人家聊天，然后民众讲到说有一个住4楼也领了，才发现，然后发现之后的处理更荒腔走板。怎么会叫区公所的人还要以图追人，按图索骥，还用监视器找人？看到那个去找出他，你市长你就应该直接说，因为那天我不小心发错了，所以这1万块我个人，对不对？市长有特别费了嘛？而且我们每年议员给你那么多特别费，结果你搞了一套说，区公所了，区公所赶快去把他追回来，这都变笑话区公所赶快去把他追回来，这都变笑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之前秦姐讲的完全正确，就是他身边有人把他这样层层包围保护起来之后，反而显得他弱化掉了，对不对？你说的这个英伟一天到晚我上电视，我上直播在那边研究沈伯洋，英伟每天在考核议员的表现。这你怎么不帮你的蒋万安解决一下？市长，这1万块我们不要去把他这样追讨，这太难看我们自己买单嘛。如果是我的话，拜托，我们议员平常在做服务的时候，我们对地方的捐献都超过这样子的数字啊。那你做一个市长呢，你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从见微知著啦，他这个小小的这样发慰问津的事情都处理不妥的话，也难怪。我刚讲的那个内湖淹水3大谜团，到现在市府各单位竟然无人能回答。那这个我们很担心啊，因为台风季还没到台风季到的时候，这个灾情他不会跟你分蓝绿。当你今天水淹上来，他不会说看你国民党、民进党决定你要不要淹你的车子停在20年没淹过水的地方，突然变泡水车，也不会区分你的政党倾向啊。所以这个如同游淑慧议员所讲的，那个螺丝不是松了，是不见了，赶快把它找出来，把它拴上去啊，不然。还不用谈到选情啊，光是你施政的治理的效能市民就会看不下去。那秦姐，等一下一次回应，上公直接问一下，新北这一仗，绿营已经直接喊，如果拿了新北这场仗，就算大赢，一定是嘛？是拿到最多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市，而且是国民党执政了21年的地方。但新北现在呢，状况来2分钟。当然，现在新北的状况焦灼嘛，大体上谁胜谁败目前真的越来越难认定当然，你可以看到，我常用2份民调嘛，一份是1月的民调嘛，有台做的，一份是6月新北议会党团做的嘛，第1月的时候是赢15%，第二份的时候只赢6.2%了我们先姑且不顾有台所谓的机构教育，我们先撇除了。民众党在1月份的时候支持这个李四川75跌到只赢6点多的时候，支持度是民众党支持李四川是77白银并没有少白银没有少问题来了，那掉的9%
跑到哪里去？我不认为蓝营也有少哦。中间选民晃动。我觉得中间选民晃动是最危险的警讯。我认为蓝营的基本盘，不会动。绿营的基本盘不会动。但谁在晃动？中间选民，因为那个苏巧慧在那2份民调里面，苏巧慧也没有大幅没有，也没有大幅落差，只有1-2%而已，也没有太大的浮动，反而是李四川的浮动最大。而且1月份的时候还做什么沙卡都哦，做沙卡都哦，当时还没有决定李四川，黄国昌还在里面哦，他拿75%白银的支持度哦，好。6月份拿77%白银的支持度哦，白银的票没有少哦。OK， 所以李四川在新北是非白的票源下跌，那我也不认为蓝的会下跌，而是台北有一些地方的产业组很奇怪，它可以蓝，它也可以绿。他这一次可能支持民进党，下一次出来是国民党跟我比较好，他也会晃过去哦。其实台北有一群企业主是这样晃来晃去的。那既可以苏巧慧，也可以李四川，比较偏向李四川，但是他可能因为某些事件被晃动到偏向苏巧慧哦。它是有可能发生的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蓝营我认为白营对李四川的效应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刚才说的，民众党在新北哦，反感度是64.6。好，雪上加霜的是什么？雪上加霜的是郑丽文在这边的不信任度64.9。比民众党还高，高了0.5%，所以郑丽文效应会不会也在里面？因为他的反感度跟那个民众党的反感度，一个64.6，一个64.9，哎，OK， 那等于其实民众党对跟你们党中央对李四川完全没有加分任何效果，完全没有任何加分效果。那里面现在最大的问题变成，李四川的团队目前依然没有一个足以领导拍板决策的人出现。这依然到目前为止，从李四川被提名到现在，问题都依然存在哦，并没有改变哦。第二个，现在看到的是侯友宜逐渐回国以后，从美国回国以后，逐渐在加温中，帮李四川在加温中。但是看来速度还不够快啊，所以现在新北焦灼的情况之下，很难说谁会赢哦。来，金姐来最后一份回应，包括刚刚讲完的，还有新北的状况。第一个，我觉得党中央在战略上，应该定调，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再谈习近平，或再谈川普，再谈美国哦，就是落实到好好的在地方上扎根，执政，这是第一。第二，成立2个大的重点的庞大的辅选团队，一个在新北，一个在高雄市。因为新北可能会输，高雄可能会赢。如果新北不输，高雄赢，那我觉得郑丽文他的赫的战功就是有目共睹的。那怎么样去？群姐答一句话。你组2个团队的时候，谁领军蛮重要的。我刚刚讲，你要不要推荐一下？我还继续讲，新北要找郑丽文。我觉得这2个团队由新北市的市党部领军，结合包括过去在新北市执政过的人，朱立伦啊、侯友宜啊，所有的人，大家共同纳入这个团队。那高雄也一样。
现在好，我觉得这个把过去韩国瑜团队纳进去，有人嘲笑，其实是正确的选择，凝聚韩家军、韩粉的票。所以高雄由市党部领军，在凝聚周边人，这2个稳住，我觉得就很好看了。至于说刚刚讲到这个蒋万安发错慰问金，我觉得那真的要怪区公所，因为蒋万安怎么知道谁是灾民嘛？所以区公所要先去造册。然后去调查，然后呢，知道说要去发哪几个，带着市长去。比如说，我这一次代表性的发20个，20个这个慰问金，那就你们区公所头一天甚至当天要先去走一遍这20个人在哪里？就带着市长说，哎，市长，这是我们的灾民，市长就给他1包，然后说那是我们的灾民，市长再给他1包，我觉得应该这样去作业，不要叫市长说。张善理事来了，一伸手就给他。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区公所作业不够周延，害到蒋万安了。来，建议就30秒来。先去走过，那不就是还要作假吗？这不是作假，是知道谁是灾民嘛。本来就是区公所要去做。第二个，隔天大家还在亲，为了你蒋万安来，我们还要这边做给你看，陪你作秀。不是，我觉得那就是1号到几号是灾民嘛？是蒋万安不够大气啊！我说真的，秦姐，如果是你也会掏腰包，我们也会掏腰包。够给讲1万块贴的啊！叫区公所，拜托你1万块拿来。我告诉你，搞不好这1万块还是区公所区长拿出来。那应该不是他们去拜托区公所，是区公所自己把它拿回来的吧？这个有可能连区公所的区长都自己拿自己腰包拿出来了，搞不好他老婆还骂他嘞。我觉得这个蒋万安太小气了啦，不够大气，还选2028，笑死人了。不过这整件事情来看的话，那当然对市府来讲的话，那接下来2026是检验每一个要参选的县市机构，那就是一个市政总检验。那对于蓝营跟绿营来讲的话，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尤其这牵动到2028战果如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